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小姐，你的方案很精彩，未来可期。江毅的声音很平静，打破了会议室里热烈的气氛。但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：4年前你用过的一个尾号7521的手机号，为什么毕业那天突然就停机了？一瞬间，林子涵脸上职业而自信的笑容，像一块被重锤砸中的玻璃，寸寸皲裂。那个被他刻意埋葬在记忆最深处的号码，带着那个他最不愿再想起的名字，毫无征兆地将他从事业即将起飞的云端狠狠地拽向了深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4年前，一个闷热的夏天，江大哥，钱我收到了，3万块，一分不少，太谢谢您了。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电话那头，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江毅正坐在自己那个不足20平米的初创公司办公室里，面前摆着一碗吃到一半的泡面。他笑了笑，声音温和：“收到了就好，子涵。学费够了吧？”“够了，完全够了。江大哥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”“别这么说，太夸张了。”江毅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口面。“我也是从你这个阶段过来的，知道不容易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专心学习，以后有出息了，再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，就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。我一定会的。江大哥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工作了，第1个月的工资，不，前3个月的工资，全都孝敬您。”林子涵信誓旦旦地说。江毅失笑地摇了摇头：“傻丫头，我不要你的工资，你好好的，我就高兴了。对了，生活费还够吗？女孩子上大学用钱的地方多，别太省了，苦了自己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传来一阵细微的抽泣声。“江大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“因为我差点也上不了大学。”江毅看着窗外，眼神有些悠远。“当年要不是我们村里人东拼西凑，我可能现在还在工地上搬砖呢。我帮你，就像帮当年的自己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支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钢笔。“对了，我给你寄了个小礼物，一支钢笔，算作开学贺礼。不是很贵重，但希望它能陪你度过4年的大学时光，写下你的未来。谢谢江大哥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谢谢您。”挂了电话，江毅把剩下半碗泡面吃完，汤都喝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他打开电脑，继续修改着一份产品设计方案，仿佛刚才那通电话只是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。这4年里，这样的对话每个月都会发生。“江大哥，我入学生会了。”“不错啊，好好锻炼自己。”“江大哥，我拿到奖学金了，我想把钱寄给您，你自己留着当生活费，我为你高兴。”“江大哥，我恋爱了，他对我很好，保护好自己，别耽误学习。”“江大哥，我快毕业了，正在找工作，感觉压力好大。别怕，慢慢来，你这么优秀，一定没问题的。”江毅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兄长，用电话线牵引着一个贫困女孩的大学人生，为她提供着经济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。他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，甚至连见一面的要求都没提过。他觉得这是一个善意的循环，自己当年受人恩惠，如今再把这份恩情传递下去就足够了。他满心期待着那个他一直鼓励的女孩
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林子涵毕业那天，江毅特意空出了半天时间，他想给他打个电话，祝贺他顺利毕业，踏上人生的新征程。他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尾号为7521的号码。嘟嘟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冰冷的系统提示音让江毅愣住了。空号，他确认了好几遍，号码没有错。4年里，他打了无数次，不可能记错。也许是信号不好，或者他换新手机了，旧卡没用了。江毅这样安慰自己。他打开微信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用一朵白色小雏菊做头像的女孩。他发去一条消息：子涵，毕业快乐，准备去哪个城市发展？消息发送，下一秒，一个刺眼的红色感叹号弹了出来。消息已发出，但被对方拒收了。江毅的心猛地沉了下去，他被拉黑了。电话是空号，微信被拉黑。那个4年里对他感恩戴德，口口声声叫他再生父母的女孩，在他资助他完成大学学业的这一天，用最决绝、最利落的方式切断了和他之间所有的联系，没有任何解释，没有任何告别，仿佛他只是一个自动提款机，使用期限一到，便被毫不留情地丢弃。江毅坐在办公室里，久久没有说话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显得有些刺眼。桌上的那碗泡面还没来得及吃，已经凉透了。他想不明白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还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？他翻遍了4年的聊天记录，看到的只有女孩一句又一句的谢谢江大哥，和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不用谢，好好学习。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和荒诞感。最终，他只是默默地删掉了那个空号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就算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吧，他想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有主动资助过任何一个学生。那份曾有的热忱，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，冷得彻骨。生活还要继续，他的公司正处在上升期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操心。林子涵这个名字，连同那段不算愉快的记忆，被他尘封起来，扔进了记忆的角落。他以为他们的人生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。1年后，东海市创科未来大厦顶层，宽敞明亮的总裁办公室里，江毅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脚下这座繁华的城市。1年的时间，他的公司创科未来凭借一款革命性的智能 AI 芯片，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团队，成长为行业内炙手可热的独角兽企业。而他江毅也从一个蜗居在小办公室里吃泡面的创业者，变成了别人口中年轻有为的江总。只是他依旧低调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以至于除了核心圈子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创科未来的掌舵人究竟是谁。咚咚咚，助理小王敲门进来。江总，辉煌科技公司的代表到了，正在3号会议室等您。辉煌科技，江毅转过身，眉头微挑。这是一家最近势头很猛的营销策划公司，以方案大胆、风格激进而闻名。是的，他们想和我们谈谈下一代产品天穹系统的市场推广合作。小王递上一份资料，这是他们派来的项目负责人资料，叫林子涵。江毅接过资料的手在空中停顿了1秒。林子涵，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，猛地撬开了他尘封的记忆。他翻开资料，
第一页就是一张证件照，照片上的女孩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画着精致的淡妆，笑容自信而得体。是她，虽然比记忆中青涩的模样成熟了许多，但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江毅绝不会认错。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江毅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。我知道了。他合上资料，语气听不出任何波澜，让技术部和市场部的总监先过去，我稍后就到。好的，江总。小王离开后，江毅在办公桌后坐下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他很好奇，1年不见，这位优秀的毕业生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？他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叫江毅的人？或者，在他看来，那只是一段需要被彻底清除的不光彩的过去。更有趣的是，他来自己的公司谈业务，却似乎并不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那个被他无情拉黑的江大哥。这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，而他，江毅，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，变成了手握剧本的导演，有点意思。江毅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朝3号会议室走去。他倒要看看这场戏，他准备怎么唱。3号会议室里气氛正热烈，林子涵站在投影幕布前，侃侃而谈，自信飞扬。所以，我们辉煌科技为天穹系统量身打造的推广方案，核心就2个字：破圈。我们要让天穹系统不仅仅是科技爱好者口中的名词，更要成为普通大众追捧的潮流。他穿着剪裁得体的名牌套装，手腕上戴着一块精致的女士手表，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职场精英的范儿。我们的初步规划是，线上联合100万级粉丝的数码博主进行矩阵式宣传，线下在1线城市的核心商圈举办沉浸式科技体验展。他口若悬河，引用的数据和案例信手拈来，显得专业而又极具煽动力。创科未来的几位总监频频点头，显然对他的方案颇为认可。江毅推门进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悄无声息地在主位上坐下。林子涵的演讲被打断，他朝门口看了一眼，目光在江毅脸上一扫而过，没有丝毫停留，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，便又重新将注意力放回到了 PPT 上。他不认识他，或者说他认不出眼前这个穿着定制西装、气质沉稳的江总，就是4年前那个在电话里叮嘱他别太省了的江大哥。也对，他们从未见过面。他手机里唯一的，可能也是最真实的一张他的照片，或许早在他被拉黑的那一刻，就一同被删除了。江毅也不在意，他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，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看着他如何将一个产品包装得天花乱坠，看着他如何用专业的术语和宏大的前景来描绘一幅商业蓝图。不得不承认，他很优秀。1年的时间，他已经褪去了所有的青涩和土气，变成了一个标准的、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。他的言谈举止，他的野心和欲望，全都写在了脸上。演讲结束，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掌声。林小姐的方案确实让人耳目一新。市场部总监率先开口称赞：“是的，非常大胆，也很有吸引力。”技术部总监也附和道。林子涵微笑着向众人颔首致意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矜持和骄傲。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始终一言不发的江毅身上。
江总，不知您对我们的方案有什么看法？他开口问道，语气不卑不亢。在他看来，这位年轻的创科未来老板虽然看起来深沉，但最终也一定会被他专业的方案所折服。拿下这个项目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江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他只是看着他，目光平静，却仿佛带着一种能够穿透人心的力量。他沉默的时间越长，林子涵心里的那份自信就越是有些动摇。他开始感到一丝不安，是方案哪里出了问题，还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？会议室里的气氛也因为江毅的沉默而变得有些微妙起来。终于，江毅开口了：“林小姐，你的方案很精彩，未来可期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。林子涵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些，脸上重新挂上了职业的笑容。谢谢江总的认可，我们辉煌科技非常有诚意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江毅打断了。但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。江毅的目光依旧锁定着他。4年前你用过的一个尾号7521的手机号，为什么毕业那天突然就停机了？轰！林子涵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，瞬间一片空白。尾号7521，那个号码，那个他以为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的号码，那个代表着他贫穷、卑微，需要靠别人施舍才能活下去的过去的号码。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，充满了惊愕和不解。他们不明白，为什么江总会突然问一个和工作毫不相干，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但林子涵明白，他死死地盯着江毅，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。一个荒唐到让他恐惧的念头从心底升起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江毅没有理会他的震惊，也没有理会其他人的目光。他缓缓地从自己西装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。那一瞬间，林子涵的整个世界崩塌了。那是一支钢笔，一支非常老旧的，笔杆上甚至还有些许划痕的英雄牌钢笔。在这样高端的会议室里，在这些非富即贵的商业精英面前，这支笔显得如此廉价，如此格格不入。江毅将那支笔轻轻地放在了光洁的会议桌上，推到了林子涵的面前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了会议室里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这支笔，你还认得吗？4年前，我把它寄给你，当做你的开学礼物。你当时在电话里说，这是你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。他的脸色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青，血色尽失。那双曾经写满自信和野心的眼睛里，此刻只剩下了无尽的惊恐、羞耻和难以置信。他像是被人扒光了衣服，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无所遁形。原来他费尽心机想要摆脱的过去，从一开始就坐在这里的审判席上。原来他引以为傲的所谓逆袭，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一场跳梁小丑的滑稽表演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创科未来的几位总监面面相觑，看看脸色惨白的林子涵，又看看面色平静的江毅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一个高科技公司的项目合作洽谈会，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充满私人恩怨的认亲现场？还是单方面的寻仇？市场部总监反应最快，他站起身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那个江总，林小姐，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？你们
你们先聊。江毅点了点头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林子涵。老王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今天会议的内容不要外传。明白，江总。几位总监如蒙大赦，迅速而安静地离开了会议室，还体贴地把门带上了。偌大的空间里，只剩下江毅和林子涵2个人，还有桌上那支刺眼的钢笔。林子涵的身体在微微发抖，他双手紧紧攥着，指甲深陷进掌心，试图用疼痛来维持最后一丝镇定。喂，什么？他的声音干涩沙哑，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。你为什么会是创科未来的老板？这不合逻辑。在他看来，那个江大哥应该只是一个在小城市开着小公司，有点闲钱，有点善心的普通生意人。怎么会是？怎么可能是这个科技新贵的掌门人？江毅靠在椅背上，神情没有丝毫变化。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。他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：我只想知道为什么？4年的资助换不来一句毕业后的告别，直接就是拉黑和空号。林子涵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他的语气里没有愤怒，没有咆哮，只有一种深沉的、化不开的失望。然而，这种失望比任何声色俱厉的指责都更像一把锥子，狠狠扎进林子涵的心里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能说什么？说我怕你以后会成为我的拖累，说我好不容易挤进了新的圈子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那不堪的过去，说我虚荣，我自私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。任何解释在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而可笑。没话说了。江毅拿起那支钢笔，在指尖缓缓转动着。你今天的表现很出色，自信、专业、野心勃勃，和你4年前在电话里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判若两人。你一定觉得自己已经成功摆脱了过去，脱胎换骨了，对吗？林子涵的头垂得越来越低，几乎要埋进胸口。你以为成功就是换上名牌的衣服，用上昂贵的香水，在最高档的写字楼里说着最专业的术语？江毅的声音陡然提高了1度，带着一丝冷意。你错了。一个连自己的过去都不敢面对的人，一个把恩情当成垃圾一样丢掉的人，就算爬得再高，根也是烂的，风一吹就倒了。对不起。终于，林子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地砸在光洁的会议桌上。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这声迟到了1年的道歉，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显得如此无力。江毅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安慰，也没有再追问。他知道，有些伤口需要他自己去面对。哭了很久，林子涵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抬起通红的双眼，看着江毅，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迷茫。江大哥，你要怎么处置我？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身败名裂，被行业封杀，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滚出这座城市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然而，江毅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。处置你？我为什么要处置你？他把那支钢笔推回到桌子中央。我今天让你难堪，不是为了看你笑话，也不是为了报复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人不能忘本。江毅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背对着他。你的方案我看过了，很华丽，很光鲜，充满了各种时髦的理念和技巧，乍一看确实能唬住很多人。他顿了顿，
声音变得严肃起来。但是他没有灵魂，他高高在上，试图用一种精英的姿态去俯视市场，去定义用户。你忘了，在高端的科技，最终服务的也是普普通通的人。林子涵愣住了，他没想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在和他谈工作。我不会和你的公司合作了，江毅说，至少不会用这份方案合作。林子涵的心沉到了谷底。但是江毅话锋一转，我可以给你个人一个机会。他转过身，重新看向他。1个月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份全新的方案出来。如果我满意，这个项目我还是可以交给你来负责。林子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看看一个知错的人能不能真的改。江毅的眼神深邃，也是想看看你能不能找回你真正丢掉的东西。我该怎么做？别待在你的办公室里，别去查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报告。江毅说，去我们最早那批芯片的试点工厂看一看，去成交的物流中心聊一聊，去那些还在用最老款智能手机的老人活动中心坐一坐，去看看真正用我们产品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他们需要什么，又在烦恼什么。你的新方案，我不看 PPT， 不看数据，我只要你告诉我，天穹系统能为这些人带来什么？林子涵呆呆地听着，这些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脑海里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。他想起了自己贫困的家乡，想起了那些淳朴的乡亲，想起了自己曾经也和他们一样，对未来的科技充满了朴素的向往和期待。而这些，在他1年的精英生涯中，早已被抛诸脑后。我明白了。他站起身，对着江毅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谢谢你，江大哥。谢谢你，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这一躬，比过去4年里任何一句谢谢都来得真诚。回到辉煌科技，林子涵立刻迎来了上司的狂风暴雨。林子涵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创科未来那边打电话过来，说我们的方案被否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项目花了多少心血吗？面对上司的咆哮，林子涵没有辩解，只是平静地回答：经理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问题在哪？你不是说10拿9稳了吗？我的方案脱离了实际。林子涵深吸一口气，江总给了我1个月的时间，让我重新做一份方案。重新做？你疯了！创科未来这是在耍我们。不，林子涵摇了摇头，眼神异常坚定，这是在给我机会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林子涵像是从公司蒸发了一样。他没有去高级商场，没有参加任何酒会，甚至连精致的妆容都卸掉了。他穿着最普通的运动鞋和牛仔裤，挤着公交和地铁，去了江毅说的那些地方。在机器轰鸣的芯片工厂，他看到工人们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数据。他明白了天穹系统的数据协同功能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在城郊巨大的物流仓库，他看到分拣员们在堆积如山的包裹前挥汗如雨。他明白了天穹系统的智能路径规划能为他们节省多少力气。在老旧社区的老人活动中心，他耐心地教一位大爷如何用手机扫码支付。听他抱怨手机字太小，功能太复杂，他明白了天穹系统的长辈模式需要做得多么简单，多么贴心。他记录下了无数张质朴的脸，听到了无数个真实的声音。每多记录1分，他内心的愧疚就加深1分。他发现
自己过去1年拼命追求的所谓上流社会，其实狭隘的可怜，而自己拼命想要摆脱的底层，却蕴含着最真实、最广阔的需求和力量。那个曾经虚荣而傲慢的林子涵，在这些奔波和倾听中，被一点点地敲碎、重塑。1个月后，还是那间3号会议室。这一次，只有江毅和林子涵2个人。林子涵穿着简单的白衬衫，素面朝天，但他的眼睛里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光亮。他没有打开电脑，也没有拿出一页 PPT， 他只是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放在了江毅面前。江大哥，他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很沉稳。在做新方案之前，我想先跟您再说一次对不起。为了我当年的自私和怯懦，也为了我之前的狂妄和无知，对不起。江毅没有说话，只是打开了那个笔记本。里面没有商业模型，没有市场分析图表，只有一页又一页的手写笔记和一张张用手机拍下的照片。有工厂的生产线，有物流员的传送带，有社区里老人们的笑脸，还有他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下的需求和建议。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，充满了细节和感悟。我的新方案都在这里了。林子涵指着笔记本，它不宏大，也不华丽。他只关注一件事：天穹系统如何能让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点。比如，为工厂开发一个能用方言下指令的语音助手，为物流分拣员设计一个和系统联动的护腰提醒，为老人模式做一个可以自定义字体大小和按键布局的功能。他一条一条地讲着，眼里闪着光。这些想法不再是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噱头，而是他用脚步丈量、用心倾听换来的。江毅一页一页地翻看着，听着。他从这些朴实的文字和照片里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蜕变。他知道，那个他曾经希望看到的善良、踏实、懂得感恩的林子涵终于回来了。你的方案我通过了。当林子涵讲完最后一个故事，江毅合上了笔记本，平静地说道。林子涵的眼眶瞬间红了。合作协议，我会让法务发给辉煌科技。江毅看着他，这个项目，我希望还是由你来全权负责。我相信现在的你能做好。谢谢，谢谢江大哥。林子涵的声音哽咽了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赢回来的。江毅从抽屉里又拿出了那支英雄钢笔，放在桌上。这个还给你。林子涵愣住了。江大哥，我收下吧。江毅的语气温和了下来，像4年前在电话里一样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知错能改。我希望他以后能提醒你，无论飞得多高，都不要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。林子涵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握住了那支钢笔。冰冷的金属笔杆，此刻却带着一股温暖的力量，传遍他的全身。这支笔曾经是他想要丢弃的耻辱印记，但现在却成了指引他未来方向的灯塔。我会的。他紧紧握着笔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离开创科未来大厦时，外面的阳光正好。林子涵站在楼下，回头望了一眼这栋高耸入云的建筑。他知道自己今天在这里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虚荣和傲慢，但又得到了一些更宝贵的东西，比如诚信、责任和一次重生的机会。他低头看了看手心里的钢笔，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这一次
他知道该往哪里走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